1973年，他用一招声东击西，帮中国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，用当时非常低的价格买回了30万吨白糖，然后同时又用了一招暗度陈仓，分别在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的期货市场暗中操盘，为我国赚回了500万美元的外汇。要知道，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外汇储备是负8100万美元，这场商战可谓是紧张至极的精彩。1973年的一天，在新加坡的郭鹤年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电话的另一端居然说是华润公司的。当郭鹤年问什么事的时候，对方要求必须见面才能说。郭鹤年在短暂的思考之后，毅然起身香港赴约。见面之后，华润的2名人员开门见山说，我们国家现在急需大量白糖，但是又非常缺钱，希望郭先生能够帮忙用低价在短时间之内买回30万吨白糖，看看能不能在期货市场再帮我们赚回一些外汇。当华润人员说完之后，郭鹤年的眉头轻微的紧锁了一下，但是立刻就答应了对方的请求，只说了一句感谢中国对我的信任。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点难了。其实买糖不难，但是要以非常低的价格买，确实增加了难度系数。要知道，当时的郭鹤年已经掌控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80%以上的糖业市场，并且已经延伸到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，而且控制了国际食糖贸易总量的10%。那时的他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糖王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在这个行业太有影响力了。毫不夸张的说，他都不用派人出去采购，只需要在家里说一句话，第二天国际食糖的价格就会连续暴涨。他靠着在糖业的经验和极其敏锐的判断力，立刻判断出消息一旦泄露，食糖的价格最少要上涨20%至25%，到那时再想以低的价格购买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消息不能泄露的同时，更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出面。第二个问题就在于量大，而且时间短。1973年的30万吨食糖，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吨都不为过。就连被称作是亚洲糖王的自己都没有这么多的存量，而且要在消息泄露出去之前完成所有订单。想要达到这样的操作，那就不能满世界的找供应商去采购了，因为范围越广，消息泄露的越快，只能缩小在同一个地区操作，并且这个地区产糖量非常多。在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国家的名字，那就是巴西。全世界只有巴西一个地方可以同时满足这些条件，于是他立刻找了一些从来都没有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生面孔，前往巴西潜伏，等待他的命令。可是最关键的是，期货市场这边一旦现货合同完成之后，消息无论如何是藏不住的，立刻就会影响到期货市场，所以他必须在现货合同签完之前就要完成期货市场的布局。可问题是，这时间也太短了，任何一个期货市场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大量的购买合约，势必会造成巨大震动。到那时，如果期货市场这边的价格先涨起来，肯定会反推现货食糖的价格，对于巴西的采购反而起到了副作用。郭鹤年在经过深度思考之后，决定分散布局。他分别派人前往美国纽约、英国伦敦、法国巴黎，分散布局，少量多次的不断买入白糖合约。而且为了更好的稳住市场的价格，他决定暂停自己公司的生意，不再买入市场上的食糖，尽量的压住价格，而且能够更加专心的为中国做事情。可能是天佑中华吧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，可以让郭鹤年更好的运用声东击西的这个障眼法。因为再过几周，在日内瓦有一个国际糖业的会议，在之前像这样的会议都会主动邀请郭鹤年，郭鹤年心情好的时候就去溜达溜达，心情不好了就不去了。之前基本上没有心情好的时候，但是这次郭鹤年是主动报名申请参加的。声东击西正式开始，他每天在日内瓦左右逢源异常活跃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来了，给别人造成一种我的生意也很惨淡，整天无所事事的假象。另一边暗地里让巴西方面的同事迅速谈生意，同时又暗度陈仓到期货市场，悄无声息的在3个国家大量的买入白糖合约。在此期间，日内瓦的一个英国商人朋友偷偷的对郭鹤年说，你知道吗？最近的巴西很奇怪呀，有几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亚洲人天天出现在糖区，我感觉可能有事情要发生。郭鹤年听完后心头一颤，但是表面却非常的镇定。他说，是吗？有新消息要记得告诉我。其实那个英国人不知道，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经开始打响。第二天，那个巴西的同事就打来了电话，告诉郭鹤年那边已经有进展了。郭鹤年告诉他，有进展还不行，一定要快，要再快一些，这边已经开始震动了，有人已经观察出异常了。放下电话之后，他又立刻打给了做期货那边的同事，让他们在不被警觉的情况下尽量多的购买白糖合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郭鹤年始终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，因为他知道这次赚的不是钱，而是中国给他下达的一个任务，他必须要出色的去完成。几天以后，巴西那边来了好消息，合同已经签完，而且听说是中国要买这一批糖，巴西政府以交朋友的姿态给出了很优惠的价格。声东击西这边已经完成任务，暗度陈仓这边还在继续，因为他深知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还需要2天时间才能影响到期货市场，所以这边可以毫不隐藏的大量购入合约。果不其然，巴西那边签完合同之后没几天，消息就传到了世界，各大期货市场糖的价格迅速上涨。从涨价的第一天，郭鹤年就逐步的抛售手里的合约，因为没有办法在最高峰抛掉所有的合约，所以价格天天上涨，他就天天卖合约，直到最后大概赚了500万美元的外汇。至此战役结束，郭鹤年把30万吨白糖和500万美元外汇同时交到了华润的手里，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。事后有人问他，你完全可以不用
交出这500万美元，而且你的公司也没有必要暂停做生意，完全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让自己公司赚得更多。但是他是这样回答的：这是不忠对中国，你只能够。作为郭鹤年的同学，李光耀曾经是这么说的：马来西亚在糖业市场有今天的地位，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郭鹤年。但随后话锋一转说道，但他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，对大马政府来说不完全是件好事。他在中国的大力投资，最终还是招来了大马权力中心的反感，他被视为是大马的叛徒。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强行国有化他在大马的产业，又一场见血封喉的商业战争拉开序幕，而我国仅用了一根小拇指就帮他打赢了这场商业战役。